去年我们出过一期2020年安卓旗舰争霸的回顾视频啊，说实话，那一年的旗舰机呢都挺强。一方面呢是芯片没啥问题，比如说遥遥领先的70900，宝刀不老的骁龙865。另外呢就是这些旗舰外观颜值、外围规格堆料都挺猛啊，比如说 Mate 40 Pro、小米10 Ultra、1+8 Pro、Find X Pro 等等。随后2年时间发生了啥，大家也都知道，因为连续2代大火龙的关系，安卓阵营的旗舰体验呢基本都是一坨，甚至不少机型啊开始出现了配置反向升级的情况。但是去年下半年到今年，整个手机市场的产品啊，可以说是发生了巨大变化。无论是终端机还是旗舰机啊，都涌现出了一批竞争力比较强的机型。结果我们目前测试过的机子，2023年可能是最近3年来买手机最好的一年了，同时呢，也会是未来2年内钉子户机型最多的一年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一起来听一下大米这边的分析吧。首先是核心 SoC 这一块，去年发哥逆袭成了市场上的香饽饽，尤其是天玑8100成了终端机的标配。当然，高通这边呢也没干坐着，去年下半年开始，八加呢重新夺回了高端市场，八进啊更是再接再厉，挤爆牙膏，1+4+3架构，让这颗 SoC 的多核能效提升明显，并且 GPU 能效呢直接反超了 A16。所以啊，今年采用8进2处理器的机型啊，大家也能够看到，体验上来说基本没啥翻车的，整体的续航水平对比去年上半年的火龙8属于是遥遥领先了。游戏体验、日常使用发热、流畅度改善明显。其实不仅仅是旗舰机啊，中低端市场的芯片表现同样也比以往2年来更加优秀。比如说去年高通下半年推出的这个骁龙8加，今年被下放到2500到3000档位，终端机的综合使用体验大幅提升，甚至像1+A42 GT Neo 5这种主摄拍照呢也不错，不再是扫码水平。再往下的来说，还有骁龙7加进啊，作为骁龙8加的降频版再降频，放在2000档也可以算是嘎嘎乱杀。而之前2代骁龙7系列旗舰780G 和7进1体验呢基本也是一坨，性能差，能效呢也不行。用这2颗 SoC 的机型啊，基本也都成了大冤种。在7加进2发布之后，去年的黑马芯片天玑8100则是被进一步下放到了1500档位。而以往这个价位呢，基本都是中低端节能芯片为主啊，比如说天玑1100、骁龙778G 这些。天玑8100在这个档位也是很强的存在啊。所以今年大家在选购手机时，除了少部分比较坑的线下机靠骗靠偷袭，很少呢会因为芯片问题导致体验翻车。除此之外，下半年的新处理器也算是这2年来比较值得期待的，比如说苹果3纳米的 A17，相较于去年的 A16极度挤牙膏，整个性能能效呢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。毕竟工艺制程换代了，核心架构层面呢也会迎来比较大的变化。骁龙8进3目前的爆料消息来看呢，依然是台积电4纳米工艺，不过呢大概率会是 N4P， 工艺性能小幅提升。CPU 架构上来说啊，据说是又去掉了1颗小核，增加了1颗中核。在制程升级不大的情况下，还是得从架构层面去改善性能能效。更多的中核呢是有利于提升多核能效比的，因为 ARM 这边的 A510依然是比较残废，除了待机功耗更低啊，大多数场景下都是不如中核的能效来的强的。所以就今年来说，我觉得是属于手机 SoC 的大年，市面上给力的芯片很多。当然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如今的半导体工艺制程发展已经是不可能像28纳米、14纳米、7纳米时代那样，每年来一次大换代。未来手机芯片的性能能效提升，隔代甚至隔2代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，应该会是一个常态了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今年各家的旗舰明显都是卯足了力气去做堆料啊。虽然说不同品牌机型可能侧重点呢会有点不一样，但总体来说要比去年部分机型配置明升暗降呢是好挺多了。什么3大底相机啊、5000毫安时级别电池、100瓦级别的快充、2K 高刷屏等等一应俱全。再加上今年国产屏整体的素质都起来了，旗舰机上基本是要护眼有护眼，要显示效果有显示效果，不像前2年国产2的屏幕或多或少呢存在一些显示上的短板。其实啊，看了今年这些顶级的安卓旗舰，我是真觉得国内手机市场太卷了。按照目前这些机型的堆料，各家下一代超大杯，除了核心 SoC 换代、后盖造型换一换啊，其他方面基本也快到头了。你说卷影像吧，很多都已经上了1英寸大底啊，超广角长焦呢规格也很顶啊，比如说像13 Ultra 这种相机堆料，其实已经比较影响日常的使用手感了。毕竟传感器尺寸、镜头的物理厚度呢都摆在那里，总不可能真的做一个 MX989×3规格的相机出来吧？因为相机这块呢会大量挤占手机的内部空间，所以电池和快充规格上也会被间接限制。在超大杯机型上，想要同时提升电池容量和快充规格是比较困难的。当然，三星、苹果除外。要么呢就是大电池，充电速度一般，比如说 Magic 5 Pro；要么就是充电速度更快，电池容量主流水准啊，比如说 Find X6 Pro。而且说实话，手机快充在达到满血100瓦这个级别之后，再往上提升快充功率呢，其实体验上也会存在一个明显的边际效应递减问题。
所以我觉得今年各家的超大杯配置方面呢，算是卷到了一个相对瓶颈的阶段。同时呢，也是近3年来各家超大杯机型综合使用体验最好的一代，应该会产生很多钉子户机型。今年不仅是旗舰机卷配置、卷堆料，终端机的竞争也明显比去年更加激烈比如说很多中杯机型，除了影像表现和超大杯有差距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影像表现差，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够用，只不过呢没那么强悍。但是其他方面，中杯机型的使用体验甚至可能会比超大杯还更好些。比如说整机的3维尺寸控制得更好，不会太厚重，价格方面呢也更加适中。我觉得像小米13、X90、1+11、Find X6、iQOO 11这些机型，在最新系统更新之后，日常使用体验呢其实都不错。而2000到3000档位机型就更不用说了，卷得死死的。绿厂两兄弟在这个价位上不仅有性能，还卷出了质感，对于原本这个市场上的汉门源红米呢造成了挺大影响。随后 K 系列被迫快速降价，首发用户被刺，但最终受益的还是普通消费者所以说今年2000到3000档位机型综合使用体验确实比去年强挺多的。拍照呢有提升，大电池、高功率快充直接普及。当然，换个角度来说，其实早些年2000到3000档位机型的材质质感也都不错。你能想象2017年的小米6中框是不锈钢电镀，后盖是4曲面玻璃吗？当年荣耀9的后盖颜值在当时来说也是杠杠的只不过随着5G 时代到来，综合的成本上升，这个价位的机型开始完全抛弃质感和设计以及拍照效果这些。今年存量市场竞争加剧之后，厂商呢又给慢慢加回来了。关注 PC DIY 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，今年内存条固态硬盘的价格跌幅呢是真的很大，这点很大程度上是受上游内存闪存芯片价格跳水有关。手机呢也很大程度上受惠于这波成本下降。比如说，现在很多终端机的内存存储起步容量变成了12加256GB，相比前2年6加128GB 或者说8加128GB 起步，这个配置容量对于安卓旗舰来说是比较适合占个3到4年时间的。因为2023年8GB 内存作为主机来说确实比较捉襟见肘了，中轻度使用场景呢还够用，但是重度使用场景会容易杀后台。毕竟呢各种 App 的体积在不断变大。不过呢有一说一我觉得无论是手机厂商也好，芯片厂商也罢，这种密集竞争、相互卷配置的情况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毕竟商业公司并不是开善堂，最终呢还是要以盈利为主。等把竞争对手的份额吃得差不多了，那么肯定会出现某个时间段挤挤牙膏，某个时间段呢再卷一卷。总的来说今年各个价位段的芯片表现都比较给力，大内存加大存储加上芯片 OK， 其实有利于手机的持久流畅度和占未来的。基本呢不用担心前2年因为火龙芯片导致核心体验拉垮的问题。旗舰机各种堆料，终端机呢产品力也大幅提升，在手机出货量整体下滑的大环境下，存量市场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。我多卖一台，你就少卖一台，想要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，就得拿出更有诚意的产品来。手机厂商在各个价位段不断比拼配置，最终受益的还是咱消费者。当然了，如果不是刚需换机，或者说比较紧急，那么我还是不太推荐大家购买首发的。因为新机发布呢，其实会有一个时间周期，一般来说，上半年集中在3到4月份，下半年集中在9到10月份。这个期间，各个品牌呢会陆续推出新产品，很有可能前面一款你看着还不错，但是后面新出的一款会更符合你的需求，或者说首发的时候没有你喜欢的配色，但是没过多久，好看的新配色就出来了。不着急呢，完全可以等各家新机都发布完了，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需求筛选一遍。等个1到2个月新机可能存在一些的优化问题也解决了，缺点呢基本也都知道了，同时也到了618双11这个大促节点，毕竟你不买我不买，618再降好几百。而且说实话，各家顶级旗舰的定价其实已经从早些年的4000左右飙升到了6000甚至7000，价格或多或少呢存在一些水分，挤一挤省几百，不香吗？OK， 那么以上就是为什么2023是手机钉子户爆发元年，以及为什么我不推荐大家购买首发的个人解读了。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，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、加个关注，这是我们坚持自费购机评测的最大动力。当然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配件店逛一逛、看一看，搜罗更多优质科模。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了个拜。